我很奇怪，你们对失恋这个问题好像觉得都挺轻描淡写的。我据我自己的体会啊，我觉得就是我说的失恋，不是说像李老师讲成熟之后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客观的看法了。哎，你比如说，我就记得我这个就是算初恋吧，大学时候初恋，当时我自己都被我自己吓到了，过不去，真的过不去，就是你知道这个过不去，就使得我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你们觉得像是个疯子？是个疯子，就是说我呀自虐吗？自虐，就是放寒假，大学放寒假的时候，我就自己走，我开始不知道我走的方向，我说我要到鄂西，这个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我就真是走在山山水水间呐，就住在那个土家族的农民的房子里，在那儿过的春节。那年的春晚，费翔唱的那个“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哟”，就那个故乡的云，那是被你唱的。我觉得走在路上听得我热泪盈眶。然后后来我就最后走到湖南，走到当时还没开发的那个张家界，最后又走到凤凰，走到沈从文的故居，哎，最后又走到怀化。后来我发现啊，他这是最好的一种失恋方式了，真的，就是他走出去了。他要在屋里头喝闷酒，那他就真的毁了。但是这个终点，我最后才意识到的，我是从湖南走到长沙，因为当时我那个女朋友家在长沙。对，实际冥冥之中是潜意识的是要去找他，还要去找他，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事儿还不算完，就是这算一个寒假。然后一开学，哎，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是刘道玉，这学生们对他都有非常好的印象。就刘道玉校长的这种开通的这种教育方式，就是比如说，学生上课可以不点名，老师不点名，靠学分考学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很多同学啊，就是长达几个月就不在学校，在外面实习。我就记得就是一开学，啊，我又见到这个女同学了，看她一眼我都不能看。然后我又走了，到那个武汉码头，坐着船，我平生第一次上庐山，登黄山，就是一个人，就是为了排遣这个，就走上了庐山，然后我就记得就穿着一身衣服啊，然后那个庐山上的大雨把我淋得浑身透湿，最后我回来走到九江，太阳照在我身上，街上的人都看我说这是个烟囱啊，就蒸发的冒着白烟儿，哎。我为什么李老师我说我被我自己吓到了，就是说我才知道啊，就是说你爱的一个女孩子，如果你失去了，在我身上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强烈的反应，疯狂的这个力量，我认为对我是有影响的。就是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是在嚼这个苦涩呢，还是在回味呢？还是希望这个让他知道，感动他？您说的特别好。兼而有之啊，兼而有之。我记得我这个经历了这一趟问题最后他知道吗？经历了他不知道，就是这最后经历了这一趟苦旅之后，然后我又回到武汉大学，然后我久久地站在那个女生宿舍的窗前，看着那个台灯，就是我回来了，直到那个台灯熄灭，自个儿回去睡了。你哎，就是过不去啊，就是过不去啊。当我们讲分手的时候，就是我坐下来跟你说，不如我们不要在一起了啊！也当然也有这个分手了，真的分手了，然后才会约定，好吧？之后既然我们都是艺术家啊，然后呢，大家就像理由说，我跟胡因梦离婚，大家的知名度都加了50%一样哈，那是用后来的，他不一定为了知名度，这两个可能为了一个行为艺术的本质哈。可是真的分手，就是他们坐下来，就是商量说、讨论说，我们分开吧，不要在一起。那个假如那时候没有一些伤痛，那坦白讲，你没爱过嘛？歌也有的唱了嘛，有爱就有痛嘛。不用请李宗盛大哥来了，我们过来人老司机都知道，有爱就有痛啊，有痛不一定有爱啊，哈。然后所以真的坐下来，所以作为一个假如是好人的话，我们也经常说什么叫朋友呢？朋友就互相保护哈。那什么叫很好的朋友呢？很好的朋友就是说，就算到了一个有冲突，会甚至有一点点恨对方，或者说没办法再做朋友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把对方所承受的伤痛，不管是心理的、感情的还是现实的，变得最小。
最容易来接受。所以有些人分手，夫妻哈有法律的规定了，就算男女朋友有时候我分手，我也说会关注你的，你需不需要经济上面的帮助啊，工作的帮助啊？我们爱过，我保护你，我保护你受了伤害不要那么高，不要那么多，所以才会延伸出很多分手必说的语言嘛，不一定全部说，有几句经典语言嘛。比方说第一句就是说 "You deserve someone better"， 你值得更好的啊，你值得更好的。有人跟我这么说，一下就满足虚荣心了。对啊，是吧？太好了，太好了。还有刚相反的最毒是什么？我见过哈，我不是见，我听过几个年轻女生哈，现代女生不一样，告诉我她怎么甩掉男朋友的，让她发现我劈腿啊，她自己就会走了。或者说一些男生也这样倒过来说。我给他在我家，或者说在我钱包发现其他女生的照片啊，我的短讯啊，我故意的。哦，对，这种他们就叫渣男，是吗？但是其实往往是一部分男性就是会选择不面对。的确，因为假如按照下去嘛，对，按照我刚说，不管什么样的人，把作为朋友就要保护的话，当然是渣男啊。他不仅没有保护你，而且还特地来伤害你。让你受到伤害，当然是渣男。刚才说渣男，我个人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跟我们中国在文化当中这个性别文化比较薄弱有关。就是比如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哈，他给他介绍对象到人家里去，然后呢说这是那女孩的房子，他说我不进去了，他说人家这女孩子的房子，我们第一次嘛。然后呢，外出走路，他每次都很有意的走到外面。后来呢，因为我知道他是在国外留过学的，所以就是给人感觉就特别有那种风度和就是绅士风度。对，就是男性的那种性别的那种修养。可是呢，我们这个社会你就会发现，尤其男孩在家里都是祖宗。对，有点说大了啊。受宠。就是说，一般的，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或者说家里就一个男孩，然后或者晚年生子，或者家中长子。然后呢，这种情况很多家里呢都比较宠，这一宠呢，他就容易形成一个就是自我中心，所以这种人到社会当中去吧，他尤其遇到一些就是完全不能如意的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把那种本性的东西拿出来，他没有底线了。他们甚至有人说，像这个《乱世佳人》里边那个郝思嘉，那算作吗？也是，就是你要是盘点世界文学史，所有的光彩照人的女主角都是作过，都是作女。你从安娜·卡列尼娜到包法利夫人，就是本来是平平稳稳的，嫁给了一个医生，嫁给了一个贵族，她一定要跟一个浪子或者跟一个商人，哎，就好上，然后最后咣怼火车了。有很多文学都是很荒谬的，天崩地裂的都是。有时候我看那个婚恋片，我都觉得，哎呀，这日子过的，我不能理解，干嘛要这么过日子，对吧？对，但是我们就演得特别认真。后来我知道那作者生活也不是太顺利，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显现出来，你就会知道这种生活不对。那伊利，你觉得作是你的性格吗？就特别不会。你年轻的时候作吗？不能，现在还年轻，现在也年轻。20岁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过吧，可能有过。因为我以前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开心了以后我不说出来，就是不开心，就这个不开心是让周围的人也不开心。我跟我爸妈其实就老是这么不开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们说带我出去买一双皮鞋，然后呢走了一路。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坏习惯，就是看到那个喜欢的东西，我不说我要。你知道吗？我不说，我让猜，我让他们猜，然后我妈妈就说这双好不好看，这双好不好看，这双好不好看，其实好看，还是摇头啊，那就走下一家店。然后我就心里就开始不开心了，我心想你怎么没猜到我要的这双？走下面一家店，因为以前的鞋店你知道鞋差不多的，又有这双要不要？结果呢，就是那种。没有理由的，就是这种不开心，然后结果没买到鞋，我妈妈说又不是我的错，是你没有说哪个有你喜欢的，一路上不开心，坐公共汽车回家。我妈妈如果她跟我爸从前门上车了，我就从后门上车，然后他们俩就在前门喊我丽丽，鼓励呀，鼓励呀，然后我就觉得很没有面子，你知道吗？在外面
这么大声喊我，我就装没听见。我妈气的说：“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倔？”她说叫他都当我没听见，我很没有面子啊！人家不知道我在公共汽车上干嘛。所以我们家有很多次出去买东西都是这样不欢而散回来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是这个什么问题呀？是作的问题。作，你这不叫作，谁叫作呀？就把自己给作进去的这种命。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种人呐，是这个生命能量比较强，就是他就非得折腾。你像我们男的啊，就是有点这个直男言，像我们男的一般说哪个女朋友就作呀，就是说。一般这男的就说你省心不省心，就有的人那个女朋友，你就觉得他就是整天寻衅滋事，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无事生非，反正就是得折腾你啊！你给我这个买个牛肉面回来，好，这男的买个牛肉面回来，然后他得问你啊，吃了，就不是可能不想吃，甚至吃的时候问你，哎，你吃了没有啊？那男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要说我吃了呢，这女的就是嘿，我还没吃呢，你就先吃一口，这男的。要说没吃，你怎么那么傻呀？怎么的？就是这种，这你说女的是求关注吗？还是怎么的？可是你不觉得有很多男的喜欢这样的吗？你不觉得吗？这深了，这深了。就是尤其当今的那个社会，其实你说以前说女性不独立，要求女性独立啊什么的，现在就觉得女人你不作了也不好，你不作了，你天天那么懂事儿，就不用来担心你，男人又不舒服了。所以女人到底要不要作呀？是不是要作一点呢？还是不是？就是网上有句话说是什么呢？从来温柔没有用，是吧？唯有作女得男心。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个事儿，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女的跟一男的谈恋爱啊，这女的后来女孩不喜欢了，就想跟他吹了，就跟他吹了，吹了以后呢，他以为事儿吹就吹了哈，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也没多久了啊，他在屋里待着，男的推门进来，反手就把门锁上了。锁上这个信号是非常不好的信号。然后他从兜里呢掏出一墨水瓶，那墨水瓶是那个深蓝色的嘛。然后他把盖儿打开了，他说：“这里是硫酸，告诉你了。说如果你不同意跟我好，没关系，我到我脸上。”嘿，那女孩看半天就觉得这孤立无援，他说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他真到他脸上，我不怎么可怕，我怕他见我脸。后来呢？后来他就彻底的认怂。他说我当时想，第一，我出不去这个屋，我就是往外猛跑，你开门的功夫，也水液体啊，一抖你就受不了啊。他说那只好说你先别这样，你不要过于的激动。我们的问题是可以往下谈的嘛？他就反正就缓兵之计，就彻底的认怂。他说在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想他要把那个瓶盖给我拧上，因为拧上以后你才可以再选择第二步。结果那男的一听说他这样的话，特高兴哈，就马上就是高兴的不行，就把盖儿给拧上了。拧上往旁边一搁呢，然后他说他在那个盖儿拧的那一瞬间呢，他心里就一下就先踏实了嘛，因为这个任何人都会害怕哈。就开始聊，那时候就堵着门口聊了好几个钟头，最后那男的聊高兴了，说：“我告诉你吧，这里就是自来水。”那女的说：“我不信，你拿来给我看。”他说：“你看，他硫酸你还不知道是酸的，你闻闻。”拿开呀，这水，咵就扔了，就扔那男的，然后就跑出去了。那首先证明这男的，第一，这男的心计很重啊。但是这种事情如果是真的，我们那时候在你不能判断的时候，你不能去赌。我小时候见我们法院判过，就石家庄那个，我就知道一个纺织女工就是谈恋爱，哎，就说这个女的真是你怎么能识别这种男的？就是你说分手了，怎么的也追不回来，这有一天啪一瓶硫酸泼你脸上了，哎，他怎么都。你甚至这种案子很多，是吧？泼硫酸极端的很多。这个极端的人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其实有两类人，就是我们一般讲人格问题吧，人格就是不太正常的有10多种，那其中有2类是属于这个的，一个叫边缘性人格。边缘性人格它什么特点呢？它好的时候特别好。对，然后说急的时候呱就急，所以他是在一个界限的两边跨来跨去，这叫边缘性人格，它也被称作叫爆发型。所以这种人格的特点呢，你要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就是刚才马爷说这特别对，就遇到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你一定要认怂，就别再刺激他。彻底认怂。对，彻底认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先认怂，然后慢慢去缓解他。
让他能够逐渐，就是我们讲脱敏得一点一点脱，不能一下就不给他这个，这是一种人格问题。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讲的比较麻烦的，就是被动攻击人格。什么叫被动？就是上次咱们提到的这个，就是抠小孩眼睛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我提到过被动攻击人格。被动攻击人格它的特点就比较压抑，他在人面前有很多东西，其实他很恨你，但是他要跟你一副笑脸。他很不想跟你说话，可是他又怕咱俩在一块待着没话说，使劲说，巴结你，你知道吗？就是他是属于那个，就是他的表现和他内心完全不一致。哦，被动，着，对他很拧巴。这种人呢，你别看他表面没有事儿，他其实内心已经积攒了很大的东西。他哪天一不高兴，歘就跟你翻脸。所以这种人他的特点就是不敢当面，他一般跟你使蔫儿坏。被动攻击性人格，所以这2类人格都是属于在谈恋爱过程当中要遇到特别小心的。这个亲密关系啊和这个占有欲，您觉得是什么？是有矛盾吗？这个有些人的占有欲特别高，但是呢，这个占有欲呢，我觉得可能是天性的东西，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包括动物吧，还是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就觉得这东西是我的。你看小孩他都知道这东西拿回来不给你，你要外人说把你给我吃一下，他马上都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倒不为过，就是说它不算什么错。你比如说你既然要跟我好的话，我得到你也是啊，就是我本身就想跟你好，所以这个占有没有问题。关键我是担心，就是说我说在生活当中哈，就是人和人，尤其是男女之间相处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呵护对方的那种自尊，然后不要给他造成错觉。我就觉得这种力量非常可怕的是，它为什么说对接下来会对人有影响呢？我从那儿起我就觉得是不是心里有了一个防卫机制，就是说啊，我永远也不能把我的快乐寄托在另一个人的合作上。我想这个从此之后啊，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信条，所以我可以一个人待着，就是但是也有人说你很可悲。我有一个朋友讲，你很可悲，就是你再也不能投入的，说呀没了你又活不了了，你不会再投入了，这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对人的影响？恋爱爱的是一类人，结婚是一个人，就是你说我爱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谈出你的标准来。这个比如说我希望她漂亮一些，温柔一些，然后啊皮肤白啊什么，你可以说上多少种，这世界上符合你这条件的绝对不是一个。对，是一类人。对啊，要条件嘛。所以我跟学生们讲，就是说，就是包括我在谈那个给我的孩子做那个早期他青春期的时候，这个谈恋爱我都讲过。我说恋爱吧，有的时候你是一种感受，但是这种感受不一定是真实。然后呢，这个我说，比如说你去买衣服进商店，你可能看这件特喜欢，结果转样呢再走几个角呢，你又看到另外一件。这时候2个让你选择的话，你可能觉得第2件可能比第1件更好。我用这个比喻来带他。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着急，然后呢，你就慢慢的再去品味。其实社会当中呢，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或者说符合你那条件的人。所以我说，人家好多男人结了婚想离婚都离不成。你还没结婚，干嘛一棵树上吊死？男的跟女的想法一样。其实我就是在遇到一些就是案例，也是遇到过一些情况，就是一个女孩，她这个大学同学同窗，然后谈恋爱，然后毕业以后一块儿到一个城市去创业，2个人最后开一个公司，然后也很顺利，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呢，就出现了就是男方就和秘书又好上了，然后这女的就发现这男的回来越来越少，所以她很痛苦，后来最后就打到最后离婚。离婚之后呢，他这个就是孩子归女方了，但是呢，就是财产就公司归这男的了。那么这个可能也给了他一些钱，然后这女的就越想越生气，就觉得我跟你啊这样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就这样了，所以他后来又以孩子的名义又一次起诉，然后这个男的就把这个探亲的时候把孩子一下带走了，带走以后公司也撤掉了，然后人也离开这城市了。这女的就是又没有得到公司，又找不到老公，然后孩子也找不着了，然后她特别痛苦。这是很多年前的这个情况，然后他就到了一个报社，就希望报社去来帮助他。结果报社呢，当时请了几个专家，然后呢，就是有社会学的，有女性问题的，有法律的啊，有律师。结果很多专家有的就出主意吧，说你这事儿应该冻结账户，你那个说你应该什么，就是找什么地方，然后就讲很多。后来我们因为做心理学的，我当时在看这女孩，其实长得非常清秀，南方人，然后就是也是一种很干净的女孩。
但是因为她很悲哀，所以脸色确实不太好，我就一直没说话。后来等到他们过了一会儿，就问说：“李老师，你为什么不发表意见？”我说我这话吧，怕可能你们不一定能接受。然后呢，后来他们说：“哎呀，你既然来了，还是说一说。”然后我就转向这女孩，我说：“刚才他们都给你出了很多主意哈，但这些主意呢，会让你后边继续付出你的痛苦，然后继续付出你的努力。”我说：“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心理去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般不告诉他该怎么做，我们就把问题提给他。我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活到现在28岁，然后跟他这个从认识到现在8年，我说那也就是28岁当中有20年是没有这个人的，你活得好不好，能不能活？然后第二呢，我说这个8年当中，我说和那个女性相比，你其实有很多优势，你们同窗4年，共同创业成功，还生了一个儿子。我说为什么他最后离开了你？我说你有没有考虑到这里的问题？如果你不考虑的话，你现在仍然痛苦，但是你仍然不明白痛苦原因怎么造成的。然后第三，我说你现在28岁，就是活到70，你还有40多年；活到80，你还有50多年。我说你就这样找孩子，找他，找到以后你们俩会什么结果？我说你们俩会继续的互相去诉讼，然后孩子在你们之间分裂，对吧？所以我说你要如果现在这个事儿，我说这3个问题你自己回答，你就知道后边该怎么办。实际上这就是心理学在给他一个建议，他自己要选择的话，你还有40多年，你找到他闹到最后又是多少年，对吧？你不如现在就疼是疼，但是你画一个句号，我会活得更好，也就是让今后如果再让你看到我活得比你跟你那会儿更好，我说这才是你的努力的方向，而不是找到他。那在这个做出了理性的决定，但是呢，也要经过必要的这个疼。对，这个疼的过程有什么好办法？这个过程就是你刚才这个讲特别对，就是实际上升华是一种，但是最重要的就来自于朋友。如果你当时旅行当中有一个同伴，你这事儿就好很多。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之所以能在社会上进步，主要就是我老说你认识世界不重要，认识自己最重要。你不要天天想改变这个世界，你知道哪儿好也不重要，知道哪儿不好最重要。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迅速进步，就是知道你哪儿不好。对，就这点事儿吗？得改了。你比如我这个人忒愿意抢话，以后我就自个儿意识着别老抢人家话，这是很小的一个毛病，对不对？这就属于李老师说的，就是说你还有自知，这个很重要。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力量，就是说，一个人的心胸啊是委屈撑大的。这话有力量吗？对，你天天都哄着你，你这个心胸就越来越窄，只有难听话，委屈你了，这事儿干了半天一点好没有落人家身上了，你慢慢心胸就会变得非常宽。我这心胸就这么宽的，你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是在。你自己的这个单位里，你一言九鼎，你说话就算数，但是你依然心目中有很多事情，我自己就厌了。是我现在厌的事儿多了。说2件听听。不能说，不能说。这个在人的心理当中嘛，它实际上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就是说他感受更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往往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我就大了。这我一大呢，就外边的东西就进不来了，看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别人的一个视角来告诉他，这个别人的视角，这是一个就是比如对不同的一个角度，最重要的是一个时间的视角。所以我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最好要有忘年交，就是找一个比你大个10岁左右的，做一个朋友。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人生的很多东西在你之前经历过，过来人，他可能一句话就把你点醒了。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发火的，还是要发一趟火的。就是你还是要找地方去倒那个垃圾的。你怎么倒垃圾？有什么招？我倒垃圾啊，那个找闺蜜。对，其实是我有一帮闺蜜就特别好，我们有一个群叫自荐群，荐就是言字旁的那个荐，就是我们经常定期的见面，然后聊各自最近生活当中遇到的不开心的事情，还有委屈说出来。但是呢，我们有一点特别好，我们这几个人都非常客观，但凡是你自己身上的错，朋友们一定说出来，这个事儿是你的错。对，所以非常好，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就这3个女孩子，我们这3个闺蜜，
其实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有的时候你想不开，一点点事情想不开的时候，为了那一口气，女朋友一说，哎呀，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你也有怎么的。说完以后，哎，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你就不较那个劲了，自尊心也不在那儿作祟了，然后就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方式是一个特别好的我倒垃圾的方式。我们就经常见面倒垃圾，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互相越说火气越大，给你拱火，那你这群里还缺人吗？缺匹马，哎，加一匹马啊！你的热爱正在热播。一句话就是，所有的爱情在现实面前绝对碰得粉碎。那坦白讲，你没爱过嘛？歌也有的唱了嘛，有爱就有痛嘛。啊，不用请李宗盛大哥来了，我们过来人老司机都知道，有爱就有痛啊。啊，有痛不一定有爱啊，哈。然后，所以真的坐下来，所以作为一个假如是好人的话，我们也经常说什么叫朋友呢？朋友就互相保护哈。那什么叫很好的朋友呢？很好的朋友就是说，就算到了一个有冲突，会甚至有一点点恨对方，或者说没办法再做朋友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把对方所承受的伤痛，不管是心理的、感情的还是现实的，变得最小、最容易来接受。所以有些人分手，夫妻哈有法律的规定嘛，就算男女朋友有时候分手，我也说会关注你的，哎，你需不需要经济上面的帮助啊？工作的帮助啊，我们爱过，我保护你，我保护你受了伤害不要那么高，不要那么多，所以才会延伸出很多分手必说的语言嘛，不一定全部说，有几句经典语言嘛，比方说第一句就是说 You deserve someone better， 你值得配上最好的。应该是说更好的，你值得配上更好的啊！对，也是因为我等于说我不配你啊，你值得更好的啊，你值得更好。对，这是10大排行榜啊，分手10大排行榜榜首，这第一位。对啊，第一位啊，你更好的。还有，当然最毒是什么？有人跟我这么说，一下就满足虚荣心了。对啊，是吧？太好了，太好了，不可能的。会，通常是说我配不上你这样。还有刚相反的最毒是什么？我见过哈，我听过几个年轻女生哈，现代女生不一样，告诉我她怎么甩掉男朋友的，让她发现我劈腿啊，她自己就会走了。或者说一些男生也这样倒过来说，我给他在我家或者说在我钱包发现其他女生的照片啊，我的短讯啊，我故意的。哦，对，这种他们就叫渣男，是吗？但是其实往往是一部分男性就是会选择不面对。的确，因为假如按照拖下去嘛，对，按照我刚说，不管什么样的人，把作为朋友就要保护的话，当然是渣男啊。他不仅没有保护你，而且还特地来伤害你，让你受到伤害，当然是渣男。所以，哎，方舟，你说真相是伤害，那么推诿或者这个编个谎言是保护，这你接受吗？我不接受，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就是男的，就是推诿啊、找理由啊，包括冷暴力这种，这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就是他总是希望对方来提，就是对方来说这句话，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我原来就遇过这种各种找理由，然后包括冷暴力，然后就对我很不好，就希望我说这句话。但是我看出来他这样，我就对他越发好，我就觉得，哎，与其折磨自己，我还不如折磨你，我折磨一下你，就是自己有点恶趣味那种心态，所以我觉得那还不如就是你老老实实跟我说，大家的痛苦都少一点。所以我并不觉得追求真理。对，我最追求真理，但是他说的保护，我经历过有一种，就是我认识的一对情侣，然后当时他们一起在国外读书，然后经历了很多很难的时候，后来那男生得了重病，就几乎是绝症，然后因为有病，所以工作又没有办法。其实那女生早就想跟他分手，但是就等到他治疗期结束，找到工作，生活上了正轨之后，就是才提说，其实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就如果说保护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保护，就是没有把对方扔在一个无望的环境当中，就这种保护是我能接受的。那还有一些情况就很诡异，会变得。刚才如果我们说保护，
分手之后我还给你安排一些后路的话，有一些什么很诡异，还负责找工作，真像你说辞职，他就像老板，干嘛？因为我遇过什么呢？给你写推荐信，推荐信。我有一个朋友找下家，他有一个伴侣是外国人，那分手了之后呢，但这个老外呢还常常回来香港。后来有一天我们几个朋友实在忍不住，我说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他说对，但是他还很照顾我。这叫不叫照顾？就是说，因为你分手空窗期了，然后说这个我要让你的伤害降到最低。文栋，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们外人说不清的，可能是保护，可能不是，可能是保护，可能是占便宜。有这么保护的吗？哎，我保护你，有这么保护的吗？逻辑上面你不知道，我的天哪！逻辑上面啊，不管男人女人，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自个儿说，哎，我出差走半个月，我女朋友你帮我照顾一下，最后照顾没了。哎，那可能他女的愿意，那就是也是照顾。根本真仗义。哎，这是那个某个欧洲作家讲的哈，他说我年纪老跟年纪轻的差别在哪里了？我年纪轻的差别呢，经常一开口就说什么国家的人怎么样，什么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白人怎么样。到我一个年纪，我明白，我不说我们了，我说我在跟你说话。我不是跟你们说话，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个体，所以我说逻辑上面呢，那个可能他知道那个女的，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啊，在那种情况下，当时就是这样，不然的话就是占便宜了。他知道那个女的弱点是什么呢？可能很恋旧啊，可能很不舍，但是你就确定了对方。逻辑上面都有可能，我们外人真的很难说的。最重要是说，看你那个女性朋友有没有拒绝的权利跟空间啊，不要被他限制住。我们只能说会期待说，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可是这样算分了手吗？或者说你们跟其他人享有这个其他人无法理解的默契，或者是我觉得这种算分了手吗？这种其实好像还挺普遍的。现在我们很难说替人家去定义的哦。假如很那个，我个人觉得有点傲慢哈，这是我来定义的什么才叫分手，什么才叫爱，什么才叫保护，太复杂了。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事啊，也只有他们才能判断，才能感觉。所以你刚说，哎，我还是希望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理由哈。那因为你是你啊，你是非常聪明的蒋方舟，非常很有自信心的蒋方舟哈。那你能接受真相？完全可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跟男女平等没有关系啊，但是确实生活里呢，有人跟我说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反正俩人要分手嘛，是因为他找了别的男的。那么呢，好像过去咱们以为男的爱打架，其实不一定，很多时候男的不想见那个男的，甚至不想知道关于那个男的一切，他只是知道这个女的你又找了人了。但是呢，有人跟我说，这我要求证于你了，说有些女孩相反，她呢一定要看看你找的那个女的是谁。我就是，这是说明你比我坚强。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你过的什么瘾呢？我不知道，而且我觉得我知道后来都成为一种身体习惯，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之前一个男朋友分手，然后知道他交了新女朋友，其实我后来，比如说我都不再看那个前男友的微博，但是我会定期的去看那个女孩的微博，虽然他们也分手了，到后来就变成一种身体习惯式的东西，就看看哎他过得怎么样啊，他结婚了没啊，丑不丑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吗？也很难说是不是比较，反正就好奇，就无法抑制的好奇。而且就知道的越具体越好。对你像我就可能就是我不想知道，那家知道了，好家比我玉树临风，哎呦完了，比我有学问，哎呦完了，比我有钱，你不是增加了自己的自毁吗？我觉得没有，反正我觉得身边的女性好像可能是因为本质上所有的女生。就本质上都是同行吧，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张爱玲的话，对，在这个岗位上面，他赢了，他赢在哪儿？就是会很好奇。做同行敌情分析。对。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啊，就是你并不是在比较，而是怎么样呢？就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段关系都是独特的，就你的前男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
那么现在他又跟另一个人在一起，他跟另一个人在一起的关系就不可能100%是你们的关系的复制，当然对不对？那所以你是透过对另外那个女的了解来看到一个你前男友可能享有的另一种人生，是你不能够分享的，是你不能够得到的，是你不会跟他有的，那是他的另外一种生活，他的另一个面目是在跟那个女人的关系里面展现出来。对，但了解到这个资讯很开心吗？好奇。对，或者是如果我还和他在一起的话，我可能是这个女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你其实是认知到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另一种可能性。你在享受一种虚拟的乐趣是吗？就是平行世界里面的另外一个我可能过的人生，或者是我没不会得到的，对，或者我没有拥有的人生一种可能。哦，可是所以你就写小说了。对。假如你用想象的哈，那就很多可以想象了。就人的缘分啊，有些我们常说相逢恨晚嘛。哎呀，那么晚方舟，我这么老了才碰到你，不然我早就把你拿下来了啊！等等，我说让你拿下来哈。有些人刚相反嘛，相逢恨早啊。我就跟生命有些女性朋友相逢恨早，比方说很早期就交往了，大家都不成熟，或者说也不懂得怎么样保护对方，或者说跟对方对应，或者说不懂得欣赏对方美好的地方。当然，对方也可能不懂得欣赏我。可是再过来10年、20年、30年，我就想，哎，我跟那个女生相逢恨早。假如今天才碰到，前提是我们都单身的话，哈，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的，我们一定可以发展出一段很好的关系，哈。问题是阴差阳错才是常态。对，正好碰对了，那是反常，那是需要努力啊，不管长不长，有时候啊太复杂了，每一段要不要考虑的分手的理由都很复杂，而且我也想象他们那种痛苦啊。我听过其中一个分手的故事啊，是怎么样？一对男女，留学生男女在美国哈，然后呢香港人哈，然后交往啊，男的家里还好，不是很有钱，也不是没钱哈，然后交往了2年，感情很深了，好了，到快要结婚的时候。那按照男生的家庭的传统呢，要求什么呢？去做一个健康检查，要看看男女双方啊，不仅是能不能生育的，还要看女生，比方说你家庭有没有家族病史啊，你的基因健康不健康啊等等啊。那检查出来，那个女生好像医生说，其实你基因没有很好，你现在27啊，那个女生。然后大概37会有乳癌的几率是80%，会有子宫瘤的几率90%，会有肺癌的什么什么哈，哎，那你以后会面对什么呢？就意味着你面对10年后你们2个人结婚夫妻关系要处理很沉重的财政的负担、医疗的照顾等等等等。可是你们已经相爱了2年了。现在要面对这个，要继续吗？还是分手了？那坐下来讨论。我在听的时候，那个女的一边讲一边哭嘛，啊，就是那个很痛苦的。2个人都是读书人啊，读博士班，那会慢慢来一个一个冷静的讨论。就是我说的，我今天是很爱你，可是你愿意为爱付出什么？要不要为了这个爱？付出10年后几乎肯定的，10年后你就陪着对方整天做电疗、化疗，这个疗那个疗。那问题是谁陪呢？那个女的身体不好，那当然是男的陪啊。对啊，我说这男的不陪了，到时候也得有一个，就没人管了。真是好人，真的是好人。所以在当时呢，就是很痛苦了啊！我爱你，可是我要问自己，我要不要为这个爱付出10年后的各种的现实上面的代价？然后挣扎了好久，到最后结果可以猜到嘛，就再见了，男的不要了，说我真的很爱你。我听过一句话，就是所有的爱情在现实面前绝对碰得粉碎，你们同意吗？我还是一个那个浪漫的就是那个，说，甚至是说，爱情啊是这么脆弱的，它是天赐的一朵花，娇滴滴的，它最脆弱的就表现在啊，它什么考验都经不住啊，可别轻易考验它，就像你别轻易考验人性，对吧？相反，你要呵护它，别让它受到疾风暴雨的破坏。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就接受2个概念，一个就是你说不要考验人性，所以我很反对那种女生朋友找
找这个什么其他的闺蜜去试探男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愚蠢的一种方式。会这么做吗？还是挺多人会的，就是其实是人为的去制造矛盾，而且如果你真的经不住考验，那就证明说好，这个男的都是猪蹄子，我是对的。那如果你这个经得住考验，那反正我也赢了。就是他对于女生来说，她永远可以从这个试验当中对获得胜利。我觉得一个是不要做这个，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从小就接受，就是人生是一节一节的，爱情是一段一段的，人在每个时候的情感需求是不一样的，不爱了，或者说你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你得到爱是非常幸运、难得、稀少，而且转瞬即逝的一件事儿。我好像很早就接受这个概念。哎，你很谦卑，就是说凭什么好事儿都得落你头上呢？就像真正的知心好友一样，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啊。那你能有？本身就这不是一个人人有份儿的东西。你刚说文涛啊，钱钟书说的一清二楚了吧？当说凭什么好事发生你身上哈？钱钟书够厉害的吧？大才子啊什么？他也明白这个道理。你看围城，他在扉页上面写送给他太太杨绛，他说我送给我杨绛。理由是什么呢？他上面一句话，我觉得真了不起啊。他说他是每个字都是关键字啊。他说杨绛是绝无仅有的把互不相容的3种身份合在一起。你看绝无仅有，等于是说我们都真的是很难得了，要靠运气哈。然后绝不相容的3种身份是哪3种身份？朋友、情人、太太。你看。钱钟书多聪明啊，就完全把这3种看得出来，所以对啊，其实这才是常态嘛。爱太容易了，让爱维持才是最困难的部分嘛。我们知道，那所以要付出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说分手，是艺术啊？你该怎么分呢？对吧？当这一节。这个中断的时候，辞职就该怎么辞职呢？其实跟这个我觉得再推展出去啊，这个人呢本身处理这个拒绝都很有问题。好多年轻人啊，不要说是说出分手啊，就是别人有个要求，你拒绝他。我那天看见一个分析，但我觉得也不一定靠谱，就是说人能够活到今天呢，往往那种愿意跟人合作。受到全部落人的肯定，这样的基因比较容易存活，所以这就是我们血液中就觉得，你看你答应别人总是很容易，哎，我愿意啊，但是你要说别人求你个什么事儿，你不答应的时候，拒绝起来你觉得特别为难。哎，文道有什么拒绝的艺术？我没有啊，我不是太擅长于拒绝，我通常都是答应了的人。到最后做不到，比如说马家辉，我们老约到最后我就直接不管。不只是我，你应该是说所有人，全世界的人都要找他。我连拒绝都懒得拒绝。他就说好，哎，然后就消失了是吧？对，没错。你像我想这个问题，要不然又说我好人了今天，就是，哎，我甚至能到什么呢？就是说我请人家的时候，求人家帮忙的时候啊，我要预留人家拒绝的余地。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比如说我说，哎，家辉，什么事儿，请你去一下，哎，能不能帮这个忙？但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方便啊，一点没事儿啊，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说，假如你有兴趣，假如你有时间，哎，就等于预留了对方给我撒谎的很多可能性，所以我能接受谎言，就是你往里填个理由，我觉得你很尊重我，对，完全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人啊，跟朋友友情间很容易混淆。比如说我们找人工作，找人帮忙，那个人是你的朋友，我预留的是什么呢？我的预留方法是另一种，我绝对不用友情来当成是你方舟，这咱认识那么多年，这事儿非帮忙不可，绝对不要用这个去压，你就把是找你一个事儿就当事儿来谈。你不要轻易的压友情，那种事情，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个朋友的话，你就不要把这事儿掺和进来。对，我原来还看过一个，就你们都是好人，我原来还看过一个，小时候看过那种没有封面的成功学的书，然后里面有一个讲让人不能拒绝的艺术，然后那个特别吓人，就是你如何、可以学，你如何让人不能拒绝，他举的例子是当时这个
让荆轲去刺秦王的这个公子，然后呢，他就要说服荆轲嘛，然后他怎么去说服他？就是荆轲大概是这看一个女的在弹琴，说，哎，这个女的手就是弹的挺好的，然后这个公子啪把那女的手砍下来，说，哎，你觉得好是不是？把手给你，就是这个东西，他手不可能再长回来，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就让人没有办法拒绝，就像你说，他不给你留拒绝的余地，因为事已至此。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害怕，就如果真的有人对我这样的话，你说荆轲，我想起那古人讲的那个事儿。那都是就说这个你对他的人格需要体贴到何种程度啊？就是那他动不动就出来一个，就是比如跟燕太子丹，比如说跟文道谈个事儿，谈完了就多说一句话，哎，别告诉别人啊。第二天文道的头送来了，对，说我要让你放心，这个消息绝不会从我嘴里走漏出去，我给你看。对，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你像那是二桃杀三士这种事情，今天怎么可能发生？因为我觉得春秋战国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完全是贵族社会的中国，所以它里面对很多事情讲究荣誉感啊什么，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个事情当成可以学习的。那个时候的请托，和这个答应。那分分钟出人命的那玩意儿不得了，对，那完全不一样。那个成功学里面书，它就是类推到今天，说那你怎么让人无法拒绝？你就是比如说，就是送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退还的，就你送，反正我已经买了，我也不能退，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撂那儿，那答不答应是你的事儿，就这种你怎么拒绝？所以我觉得这种给人以这个道德压力，包括友情压力，我觉得是我最害怕面临的一种情况。你说不容易拒绝吗？可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动物，其实会计算的。他不是那么人情，就是说，哎，这个事情我不方便参加，那就不参加了，也不会怎么样。对，是不是？是我理解错了吗？我们那个得，我们那个得绕个好大的弯子啊。起码我这样，我们分手的时候打说，哎，算了吧，还是好 ，OK， 拜拜，大喊饮茶。可是我同意，可是我不会把这个定义说这种是不讲人情哈。因为当你觉得说你被人家这样拒绝啊，不行啊，好了，改天再聊啊，你就伤害觉得他不懂人情的话，我坦白讲，这种朋友要不要都无所谓了啊。这种他是利用人情来给对方压力而已，等于这种人也不会懂得保护朋友，我觉得也不值得要。所以可能从你说所以不重人情重现实，我觉得不是啊。我们知道说人跟人之间你要摆定距离是最重要的，有分寸啊。我们以前讲了，分寸就是力量嘛啊，你要摆定分寸啊。你像举个例好了，香港人过年送红包是送多少了？10块钱、20块钱一个，在台湾1000元台币，2000、3000，内地好像2、3千块人民币，1万块都有了。我们没有的。假如当你送我1000、2000一个红包的时候，我是不会要，是有问题的。然后要嘛，我刚说的就是说有一种等于是也接受，可是有拒绝的方法。我回你啊，你突然送了我一个1万块的红包，我马上回给你的小孩9880，那等于我没欠你啊。你送我这个东西，我就1万块、5万块，我回4万块的礼啊，而且要让人家看到你回这个礼哈。所以这个不叫不近人情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举荆轲啊，我给你举个《红楼梦》。我觉得《红楼梦》有一个例子，就把我们这个事儿啊就说尽了。就是别人求你在一个中国这个晚清文化当中哈，哎，你看啊，王熙凤，这个刘姥姥过冬家里没钱，想到贾府求点这个钱，王熙凤怎么对待他？你看啊，素未谋面呢，没见过。王熙凤那时候主持家务嘛，对。王熙凤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还不请进来？请进来。哎，然后呢，这个刘姥姥进来这么一拜，王熙凤的第2句说：快搀起来，别拜吧，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道您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你看这个话说的。这个，哎，因为刘姥姥无权无势的这个乡下人，对吧？他王熙凤也是给足了你面子，哎，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王熙凤的距离感、分寸感，没等刘姥姥开口，她之前听说要来了，她就跟王夫人先打听，
这个刘姥姥是咱们家什么亲戚，什么关系？这事儿拿捏清楚了，这个距离感。这个第3步，然后不是刘姥姥这个要钱嘛，他就说，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就不用等您上门，我们就应该照应您。但如今家里的杂事儿太烦了，太太渐渐上了年纪，你看把太太摘开了，太太渐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哎，况是我近来接着管些事儿，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你想，这个第3步还有一个一箭双雕，就是降低期待。刘姥姥一听就凉了嘛，话听到这儿就凉了。但是这个第4步，他也提出了补偿办法，把给丫头做衣裳的20两银子，这么着吧，给丫头做衣服的银子我们省下来给刘姥姥，这下有适当补偿，有了交代。哎，你看看这个人情世故了吗？你看看这个八面玲珑啊，这什么叫这个事情？其实你说叫圆滑还是叫圆满呢？都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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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圆滑又圆满。哎，文道，你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应该学习这种技术，还是应该贬斥这种艺术？这学不到吧？我觉得这有的人，我觉得就是能这样，但我觉得真的有人，我们都见过，就有人能这样。但我自己觉得没必要去学，就因为通常我觉得学《红楼梦》什么跟曾国藩学做人的什么跟那个，我见到的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没学好，没学好就极其恶劣，还不如不学。是那看你需不需要学嘛，对什么人嘛，还是要有多少要懂了。不然的话，你想一下，文道，假如不学，王熙凤假如不用这样讲话，她的后果是什么？代价是什么啊？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假如大门大户对于这些人，那王熙凤不懂这样说话，她不能打点周到，她就很容易替她的整个家族得罪了其他的人嘛，得罪了长辈嘛，所以我觉得，甚至她替自己惹祸上身嘛。所以我觉得完全看你要在什么情况来，但是借钱这个确实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的方式。就是因为比如说以我来说，可能我同龄人找我借，他们收入都比我稍微差一点，然后这时候你怎么办？因为大概率其实是还不上的，所以你刚刚说他降低对方的期待，然后对我来说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降低自己的期待，就是你要假设对方是还不上的，所以我后来应对这样的办法就是我给你钱，但是我给的是我铁定这部分要不回来的，比如说你借10万，我觉得给2万块钱要不回来，好像我心里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自己心理上面的一种解释。实际是借钱的要降低期待，对吧？怪不得有人跟我说那天谁还了我一笔钱，我就跟突然挣到了一笔钱一样。对。哎，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说一般人会觉得王熙凤这个人心机太盛哈，但是我如果是刘姥姥，我会为她鼓掌。我觉得这个好啊，就是你知道，其实现在我觉得有时候啊，人们拿所谓的真诚啊，我觉得去怎么说呢？去掩盖了一些个特别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好心。我觉得怎么衡量王熙凤啊？就是发心是什么？如果我的发心就是考虑到穷亲戚的面子，不想让穷亲戚难过，也不想让穷亲戚对这个王太太对王夫人有所抱怨，而且呢，确实我们的交情没到这个份儿上给你这么多钱，但是呢，我也愿意拿出一点来帮补你。如果我确实是这样一个心，那我觉得是一颗善心呢。那么这些所有的技术，你就变成这个人做人做的真是很好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说他做的很好，但是为什么我说最好别学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很难把这种做人的道理啊总结出一些规律，然后你记下来，你要学习。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念的它叫念，但那个念你得有一个环境下把它念出来才行。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对于体面，我用另一个话来讲，就体面。就我讲体面，就你懂不懂得识大体，什么场面怎么应对，什么局面面对着身边是什么人，你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来说话，这是种感觉。
这种感觉不是靠后面说话的一个技术，而是这个感觉，这一刹那，这一个时刻，这样子讲，大家高不高兴，满不满意，舒不舒服，我该说的话是不是也都说了？这是种分寸感，那种分寸感真不是学回来的，是你有这个环境你就练得出来。有的人呢，当然也有些人我也见过，就没有分寸感到一个地步，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环境，但就完蛋。对，这没办法。你说你让人难堪，对吧？你让人留心理阴影，这难道就对吗？你说你诚实，对吧？我就觉得你，总之一说呀，考虑到别人，考虑到别人的心，这个体贴，英文有个词儿，我觉得叫 thoughtful， 是吧？thoughtful， 对，这个总是值得赞美的。但是越这样活得越累啊。保护，这是我说的，保护。谢谢。